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现在全球是深陷在荷姆兹的危机当中。你看到了美股，你看到台股，今天根本是大血洗。台股今天跌了1494点，跌幅是4.35%。日股你看到今天跌了3.61%，而最惨的是什么？是韩股。韩股跌到怎么样？跌到它熔断了，让大家先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继续跌。当全球的股民都在哀嚎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人又出现了。川普他说：“我是救世主，我现在已经把伊朗的海军给轰烂了，已经没有了，甚至我要派美军的护卫舰去。”现在除了美国、除了伊朗之外，各个国家开始表态了，包括法国、包括英国、包括德国，都已经讲说好，我决定准备要去参战这一个来伊朗的战事上面。甚至日本的高市早苗也已经讲，这对日本来说，当荷姆斯海峡被封锁，那是一个能源危机。当能源危机的时候，就已经触动了日本的存力危机事态。那如果这些国家都出兵的话，那荷姆斯海峡不就是多国联军吗？有这么多的航母，这么多的战舰，这么多的战机都在这里，川普就要靠着这一场战事去分好谁是敌，谁是友。而在里面最会读懂风向的，我们没想到竟然是一个人，法国的总统马克宏，他竟然派了飙风战机去咻过去，他要打击什么？打击无人机。你没有听错，拿飙风战机打无人机，那不是大炮打小鸟吗？没错。这就是马克宏要给川普看的，我就是杀鸡用牛刀，我就要演给你看，我支持美国，我支持你川普。所以照这个逻辑下来，我们就看懂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川普说这个战事4周后才会来做解决？因为他要在4周之内敌我分明，而4周后就是川习会，他要在川习会的时候持续的施压。对中国来一场极限施压。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教育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台湾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钟哥，今天我们再讲一次，整个风向、整个态度完完全全变了。今天这一场伊朗的战事，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不单单只是美国，你看到。今天的英国，今天德国，今天法国，今天连日本都已经讲这是存力危机事态。如果今天他们都真的说我要出手了，我的航母真的要开过去，我战舰都开过去，荷姆斯海峡不太吓人了吗？对，没错。这次的川普跟这个以色列空袭这个伊朗之后呢，现在造成一个状况，就是全世界你给我选边站。对，什么选边站呢？你要么就是站在我这边，要么就是站在伊朗那一边。拿伊朗那一边来说话，赵宏，你知道，实际上伊朗就是中国那一边。对，因为在支持伊朗的就是中国，所以他等于是用这样来划分敌我。那划分敌我的时候，一开始大家看得不太清楚嘛，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可能被封锁，现在天然气、石油都大涨，这些国家都痛了。欧洲国家每个国家都要进口大量的这个天然气，开始紧张啦。日本、韩国也紧张，中国也紧张了之后呢，现在开始划分敌我。怎么划分敌我呢？请各国你表态，你要不要来参与这一次的中东的这个战事？对，现在呢，你看。法国总统马克宏马上第一个时间就说：“我要去！你看他现在，他还派航母去，对，戴高乐的这个航母已经驶向中东，然后他的这个飙风战机呢，已经说我加入中东战局，我帮你打落这个无人机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英国首相斯凯尔原本一开始不愿意借基地，现在也借了，他也骂翻了。对，而且他现在也这个空军也准备要到那边去支援了。德国总理梅尔斯也是，他现在去访问美国，紧急访问美国之后，跟美国说：“哎，我们也会站在你美国这一边啊，大家都站在他这边的。”那你跟我们讲日本，日本就说：“我们现在考虑说，是不是有我们的紧急的这个存力危机的时候呢，我们搞不好出动航母到那个地方去啊？”所以现在，原本的这个美国单打独斗跟以色列，现在呢，欧洲国家、日本都已经要加入这个，那你更不用讲，海湾的14个国家都已经站在美国这一边了。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要做敌我辨识呢？你知道，因为紧接下来的话，3月31号的时候，川普就要去访问中国。那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嘛。好，那为什么我说这些国家表态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去年12月的时候，马克宏去访问中国。对，今年1、2月的时候。德国总理梅尔茨还有斯凯尔都才去访问中国。他们访问中国后，中国为什么要叫他们来？对，就是说我在川习会之前，我把欧洲拉过来嘛，把欧洲拉过来的话，那我就有能力跟这个
这个美国打交道，因为欧洲也跟美国在打贸易战了。我把这拉过来的时候，你可能在我的身边的时候，你美国力量就少一点嘛。就像因为一场波湾战争的一场这个所谓中东战争的时候，这3个首相又被拉回去了，又拉过去了，而且现在是紧密的在川普的这个身边。你觉得3月底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站在习近平这边吗？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他说这是一场所谓的要你交出投名状，你就站在我美国这一边吧。那现在对习近平来说也很尴尬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能不能够支持伊朗？他如果他真的要支持伊朗的话，后面那些人全部都站在你的对立面，等于是你今天支持伊朗，你跟所有国家来开战。但是问题是不支持伊朗怎么办？伊朗真的垮了，我的4000亿投资打水漂，对，我的能源打水漂，然后中东的话，我以后没有任何的这个支力点。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相当极端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经过这一场战争之后，可以确定了，你中国想要挑战川普当老大，门都没有，川普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老大。而且志忠哥，我们不得不说，今天全球股市也太可怕了，是包括美股，包括台股，而且我刚刚讲里面最惨是什么？竟然是韩国，对，熔断之后，我再继续下杀的。对，为什么韩国熔断成这个样子呢？第一个，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亚洲国家里面来说的话，台股当然狂泻1500点左右啦，我们跌幅也4.35%，日本大概跌了3.6%，可是韩股跌得非常惨，今天韩股其实跌了12%，对，那12%你知道，昨天已经这个跌到8%，今天又跌了12%，已经跌了20%左右，而且韩国散户这个哭天喊地，对，昨天熔断，所谓熔断就是交易这个跌太多，先不要交易，大家冷静，结果还是继续在跌。那今天也是一样，先跌到熔断之后，冷静，再往下跌，往下跌之后再熔断，再往下跌。虽然这个跌成这个样子，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在石油的价格还有天然气的价格在往上狂飙嘛，石油、天然气价格在往上狂飙的时候，这几个国家当然就压力非常大啊。那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照我讲，你还是要期望川普老大，对，所以这个等于是怎样？川普用能源线控制的，用能源控制的这些，你要我解决伊朗的问题来说，让油价不会飙涨，你要求我啊。所以你看，我们台湾、我们日本还有韩国都要拜托伊朗，拜托这个川普帮我解决嘛。欧洲也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今天当全球股民都在哀嚎的时候，结果川普这家伙又来了，对，我是救世主，你们听我的就对了，对吧？他说：“现在伊朗的海军已经都被我歼灭掉了，没错，就歼灭掉之外，什么？我还会派美军来护卫的。对，没错。川普就先原本不表态，结果你看伊朗说要封之后，川普就出来说了，我们必要时候会派美军啊，然后把这个开始护送这个油轮啊，要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啊。对，他甚至还说什么保险公司不保险，我们美国有一个金融公司可以保险。所以他现在就解决方案就出来了。对，解决方案出来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按照美军现在的说法是说，你看我们每天在轰炸伊朗，那根据美国说法说，我们现在有5万名美军，对，200架的这个战机，对，还有2艘航空母舰，还有轰炸机。他说这是美国一整个世代以来在中东集结的最大的军力。对，而且他说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涵盖海上、空中和社群网络的打击。而且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一开始说什么？美国很少打海战，是他已经一开始说是有9艘的舰艇被击沉了，对，结果今天说什么？没有哦，我们已经击沉了17艘舰艇，还有什么？里面还包括有潜舰哦，对，等于是伊朗的海军真的完全歼灭，伊朗海军歼灭就代表一件事情。你荷姆斯海峡你还能封锁吗？对啊，所以不可能嘛。所以你看，川普也是一开始放任油价涨的时候，他现在才出来说打开边看，你看这是他的玩的把戏嘛。不过你看，伊朗的确海军现在已经完全没了。好，那这个所谓的他们的飞弹呢？你知道吗？事实上这几天呢，大家在观察，伊朗好像越打越没力了。你看他第一天攻击的时候，反击的时候，228那一天的时候，他第一天开战发了350枚飞弹，飞到以色列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巴林、卡达等等啦。然后第二天发了175枚，好，从350降到175。对，那现在呢？第3天120，那第4天只有50枚。所以等于是越射越少，快没了。对，所以现在等于是说呢，美国在做最后的这个肃清动作。好，那我为什么说现在是给你投名状的这个机会吗？你知道日本现在是不是很紧张？你看，因为日本大部分的石油、大部分的天然气就是来自中东。好，那我跟你讲，如果假设日本的能源受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成立一个叫做存亡危机事态？对。存亡危机事态的时候，你看，因为上次不是高市早苗讲到存亡危机事态的时候，台湾有事，对，日本有事，对，然后就要出动自卫队嘛。对，好，那假设你也是存亡危机事态的时候，请问你要不要出动你的这个部队去？当然要。对，你看日本超过90%的这个石油依赖中东，然后荷姆斯海峡是这个日本重要的石油管线，所以
如果真的假设日本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必要的时候，这个照然这样，美国就可以说，日本啊，那我现在美军只有2艘航母，那你要不要出动1艘航母来？出1号搞不好就来啦，对，加贺号搞不好也可以来啊。好，那我就讲。因为呢，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存亡事态？这就是安倍晋三说的嘛。对，他在2015年的时候说这个所谓这个存立危机事态的时候，如果假设威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行使自卫权那样的状况嘛。对，就是当年的法规嘛。那当年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主要原因是当年有荷姆兹海峡有被封锁，他就说，如果假设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话，就会有存立危机的事态。他当年就是这样讲啊。那现在是还没有封锁啦。对，但如果真的封锁的话，日本就会出动了嘛。就这样子嘛，哈。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为什么今天王毅当时在讲台湾有事跟日本有事的时候，他特别讲说，日本当年就是以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为由，对中国发动侵略，对美国珍珠港实施攻击的。对，他等于说现在这个存亡危机事态，等于是日本找的一个借口，因为我要挺美国，我今天要把所有包括我的苏云号、包括我的扫雷舰都要派到那里去，而且同时也是我的能源危机。对，他今天理由已经找好，真的是川普一声令下之后。战舰真的要开过去了，对，没错，我们就看日本接下来会不会怎么动作嘛。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看第一个时间点，你们美国不是说，我们这个美军要出动的时候，请周边经过的国家你要帮我，或者说你的这个空军基地要借我用嘛？就没想到有一个国家，西班牙就说，西班牙不会允许我们境内所有的军事基地呢，然后让美国来用了，所以就不要了哈。所以就这样子哈，所以等于是。西班牙拒绝美国的要求了，那因为美国的很多的基地来说是西班牙跟美国共有的，所以而且西班牙还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啊，所以呢，现在美国不爽啊，美国说什么？他又说我要跟西班牙断绝所有的这个经贸关系，还要叫贝森特来处理它。对，做这样动作之后，其他国家怎么办？看到都傻眼了。我就跟你讲，他也是找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打他。那么英国也这样啊，他给其他人看的。那你英国也是一开始也不愿意给，那你为什么不打英国？那法国也不愿意给啊，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德国也不愿意给，那你为什么要打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比较小，我打它给你看嘛。大家打了之后呢，我想人就是灯要点一点才会亮。对，我给你打一下之后，你就知道啊，马上看这个英国马上就说没有问题啊，我们马上这样。然后最多表态是德国，德国马上就跑到这个德国这几天刚好这个总理跑到这个白宫去嘛，你看他马上说我们考虑加入跟伊朗的这个战斗。所以你看就变成这样，然后川普还说感谢梅尔斯相助这个伊朗战事，你看马上就这样所以你看现在大家都完全出来表态啊，大家都要站在美国的后边啊。今天当川普去鞭打了西班牙之后，全世界都看懂了，这就是要给投名状的时候了。你可以看到英国，可以看到法国，可以看到德国，甚至澳洲、加拿大、纽西兰，通通都是。而这战队谁也看得懂，竟然是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他为什么说不要被牵连然后而被站于历史的错误一边？对，一边是什么？你要选对边站可是没有人会站在伊朗这一边啊。对啊，所以你讲的是白讲，那没有用。好，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各国都懂得 pass， 你打西班牙就是打给大家看嘛，好，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当然要表忠嘛，表忠是看谁表忠的最快。对最快的话，你看我就说马克宏果然相当厉害。第一个时间，你看他说什么他开始呛伊朗。历史从来不会挨掉这个所谓的刽子手，他变了。对，没错。然后怎么办呢？我们站在节目上面笑他这么多次，对，这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对，没错。你看他之前也不敢谴责普丁，但这一次，突然就谴责了伊朗。对，好。那我想还这个发表演说，好，紧接着他就说，因为这个中东局势紧张，所以呢，我们准备要派这个戴高乐号的这个法国的航母前往这个地中海，对，要准备要保护大家。然后还有所谓兰多克号的这个巡防舰也准备去了。那甚至还有这个标风战机都会去的。他说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法国的两个军事基地在冲突中遭受了有限打击，有限打击说我们要加强。然后他说我们要这个法国跟卡达、科威特还有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防卫协定，然后还有跟伊朗、伊拉克、库德族等等有盟友的协力。那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要派遣去。对，早就这样了，为什么你之前不做这样做？等到西班牙被打巴掌之后，你才这样做。所以现在全球的人都已经把理由全部都找好了，是只要能站在美国队这个地方，我就把各种理由全部都拿出来，是我有表忠了。对，那我觉得斯凯尔英国更瞎，他说什么？我们接受美国的请求是基于长期盟友的集体自卫和保护英国公民的身份。当初川普就跟你说的时候，你也没有要求啊，基地借我，你说不要借现在这个道理跟现在跟之前不是一模一样吗？好，那他就说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英国也出动了。他说我们英国有一架这个英国卡达的这个联合的这个台风战机呢，我们飞起来。
飞起来的时候，我们击落一架更飞往卡达的伊朗的无人机这样一个状况。拿台风战机打，它的飞弹是好几百万，对，无人机顶多3万块美金。是。大炮打小鸟，杀鸡用牛刀，对，真的是都演给川普看。当然，川普看说，我爽啦。对啊，没错。你看，法国航空母舰来了，然后飞机也来了，英国飞机也来了。好，另外一个英国还说什么啊？我们现在基地全部都给你用，这个在海外或者本土的基地，就让你去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状况。所以那事实上，现在各国完全都表态，就是说要站在美国这一边。所以跟你讲，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嘛。你看，极限施压，他要什么？4周时间。4周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嘛。你看。他们两个见面在3月底，所以怎样？习近表示什么？川普有信心在3月底之前能够搞定伊朗。对，搞定伊朗之后，然后我要去见习近平。那见习近平，而且在3、4周内，我要把敌我都分明，是大家都站好队。对，等我站好队之后，我就有足够的筹码，我去找你谈了。对，找你谈的时候呢，你看现在中国有什么筹码？现在中国油价被掌握住，现在所有的盟友都站在这个川普这个身后，然后很多东西都完全被川普掌握的时候，请问你3月底跟4月初，现在大家问你一个问题：你习近平敢不敢见？现在大家是说你敢不敢？连中国到现在都还没有说这个川普要来到访的时间，中国都没有证实。现在都几月几号了？对，还在想，所以中国就是很尴尬嘛。我真的要让这个一个大赢家川普来到北京的紫禁城，然后见了这个所谓习近平，然后习近平难道要跟他卑躬屈膝吗？这个中国能够看得到吗？当然没办法看到。但是所以我就说，川普非常厉害。我要去访问你中国之前呢，先让盟友交上投名状，大家盟友一起来对抗伊朗。其实对抗背后那个就是中国。国正，我们刚刚特别讲现在核武资危机根本是全球的大危机。结果你说这全球的危机是美国的转机，不仅是美国的转机，这根本是美国的大商机。所以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其实这是全世界能源版图要改写的，而且美国再度伟大，美国要发大财。为什么说吗？现在大家不是很紧张吗？因为伊朗打了卡达之后，有2成的天然气出不来嘛，台湾的2成，日本、韩国都会出大问题，所以股市狂跌是怕后面的天然气有问题。可是现在美国业者马上站出来，你们不用紧张，我们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灵活调度，而且船还可以掉头。像这个免切尔这个执行长沙贝尔就说，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边际产能哦，意思就是我可以活泼供应哦。因为美国的天然气是这样，它自己优先供应给国内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它就会赶快开油井，它就可以生产。因为美国我们经常在看油价或天然气价，是要看美国油井数的运作数量，所以它是可以增加啊。我马上准备好了。啊，再来前尼尔人员或叫尼尔人员，他也说我也可以。所以你让他们股价涨多少吗？这个涨20%，这个涨5%，我们在股债，它在股价大涨，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开始供应天然气给大家。他怎么讲？你知道吗？他说现在我们美国所谓离岸价了，我们不是跟我们卡达是签合约20年或25年，你这个价格就维持下去。顶多有一些变化可以双方来谈，但美国不一样，你要来买就灵活的去买，然后我随时可以调货给你。对不起，要高50%，所以你现在要高出50%，你就没有能源危机。不是我这样听你讲完，你美国这些厂商都在发战争财啊！大炮一响，是讲什么灵活调度？就是我准备好了。这边是什么？我船可以掉头，船可以掉头，但是要加价，对，加50%了。好，接下来埃克森美孚会说，我们德州也盖了叫 Golden Pass 这个地方，我随时在几个礼拜内就可以投产了。那满载要几个月，意思就是说你多拿一点钱，我就可以满载了。对，大家其实你就是。现在虽然打到会缺货，但是我美国人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说，全世界能源版图要改写，甚至是一个全球的新重组。那为什么说美国再度伟大？这是美国的地图，我们把东岸这边拿出来看，曾经这些半绿色、浅绿色这个地方是曾经是美国要进口天然气的，在2013年的时候，它改成全部改出口，像这个福伊珀我去过，那时候是要出口，现在变成进口天然气，现在它变成出口的，还有 Sabine 这个是已经卖给台湾的中油。其实我们从这边买很多天然气，那当然跑比较远，跑到巴拿马运河。接下来这是已经运作了嘛？再来通过，然后正在建设的是这个有点像紫色这个，还有蓝色这个是通过还没有建设了。那整个美国这代表什么？一大堆天然气的接收站都正在盖，所以这个叫什么？全世界重新能源版图的重新改写。对，美国跟以色列不仅是把整个伊朗局势改变了，波湾国家全部站队了。
再来是重要是这些人员，美国会变成掌握世界天然气的重要国家。所以，这根本美国就是大赢家了。好，你还可以签长约哦，长约就是你可以签25年，价格比较便宜，而且美国稳定的供应链。这个在哪里？这个在阿拉斯加。我这里还要特别举这个点哦。对，阿拉斯加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韩国为什么这次会暴跌的原因之一。韩国其实最危险啊，他最不听话嘛，他关税到现在没通过嘛。我们来讲人员版图这件事情，为什么叫改写？因为整个美国刚才讲的阿拉斯加的投资案。我们2500亿加2500亿，我们通过了。所以如果以后我们要需要天然气，美国会优先给我们。在日本也是5500也是通过了。对，所以这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大家愿意帮美国开发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好，这是尼基斯基，这也会盖一个接收站。那这个地方蓝的地方是要拉一个天然气管线，这1000多公里，而且结冻的，所以要花400多亿美金。再来，天然气跟石油产在哪里？产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普鲁克湾，对，其实是北极，里面是结冰的。那格陵兰就在这里，所以川普是怎么样？一边改写全球的能源版图，一边要我们大家一起拿关税的钱来投资它。接下来他要发展他的北极战略，其实叫一石三鸟啊！谁没有通过？韩国那3500亿。还躺在他们的国会，所以他被修理的最惨。韩国现在已经不叫所谓的股市大跌，它现在叫股市崩盘了，因为3天跌了18%，都熔断了，还继续跌，跌了12%，这种18%，那个总统会下台的。你知道12%如果换算是台湾多少点，你知道吗？是4000多点，4000多点，台湾疯掉了，台湾就疯掉了，总统要下台了。所以，我们来看。华尔街实在厉害，所以这场华尔街让全世界引起了危机。礼拜一大家没有想象过会跌这么多嘛？可是今天从昨天到今天，其实全部大跌，跌到什么？大家真的吓傻了，我都怀疑人生了。韩国你知道，除了股市大跌，连韩元对美元跌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跌到2009年金融大海啸的新低点，代表韩国不只是股市在崩盘哦，韩国的汇市也在崩盘。如果再下去，叫做金融危机。可是我们真正去研究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发现现在有缺天然气吗？没有。有缺电吗？没有。所以到底是谁在卖股票？而且卖的全部是 AI 股。你说有人在后面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配合川普吗？对，没错。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就要想说，是华尔街为什么要卖股票嘛？那一群最聪明的人在搞事。对，所以你会想到，全世界连华尔街都在挺什么？挺这场战争，华尔街也站队了。对，在改写，所以大家要很聪明的知道一件事情是，你赶紧站在对的一边，股市马上就有机会看到曙光的那一刻。婚姐，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最关键的事情，荷姆兹海峡对中国是不是伤？当然伤了，它是完全被掐住这个能源，甚至你能源没有的话，你的经济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你没有廉价石油可以用了。对，那你为什么中国不出兵？中国你只出声，你不出兵，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想问的。结果今天法国《世界报》连法国都笑，他说什么？中国再次给人一种什么行动太少、反应太晚的印象。你到底是一个自私鬼，还是你根本不敢来到荷姆斯海峡来帮伊朗？是啊，公家归喷给这么几腾息，什么意思？你平常不是跟伊朗吗？金骂吗？你不是铁杆兄弟吗？你2025年还签了一个什么25年全面性一个契约，4000亿，4000亿，结果呢油给人家拿了，然后你只打水炮，你连炮弹都不及时供应啊，所以难怪人家连法国的这个媒体都看不下去，说中国再次给人行动太少、反应太慢的印象。好，那人家现在法国媒体说话了，好。你外交部长毛宁他说什么？发言人他说什么？他说：“哎呀，敦促各方要停止军事活动啊，防止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你不要疯了，再疯我就要惨了。对，你讲对了，他才不管。我跟你讲啦，西德又不新兵的啦，你死的是你那个伊朗，关我中国什么事？可是。你一旦封锁了荷姆兹海峡，我中国就要断气了。我有30%的天然气都是你这边过来的，所以现在外交部长那个中国外交部讲话，不是在帮你伊朗讲话，是帮我自己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这边讲话。所以难怪人家才会觉得，你好像只会打嘴炮。刚刚那个不是有一句话吗？再次，为什么是再次？对，他每一次中国都被看穿手脚，
他这一次又被看穿手脚。为什么？你看《纽约时报》哦，他在2024年1月30号的时候，他写这个标题，当时红海危机，当时有红海危机嘛？他说这是北京一场冷漠自私的游戏，这场游戏里面，你中国闷不吭声，你害死全球的人了。我跟你讲，这个真好笑，就是2023年的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嘛，就是那个哈马斯啊，他对于以色列在发起一个攻击嘛。那后来以色列当然也打回去，打得更凶更猛啊。然后那时候也门的一个胡塞组织，他是挺就是哈马斯嘛，他也就开始参战啊，然后就打。那时候其他国家，美国、那个英国跟法国都说，你们这样子，亚湾区乱打，我们有油轮要这样经过啊，所以我们要来维持这个地方的和平啊。所以美国就说，世界各国大家都要出船啊，大家来维护这个和平啊，然后就叫中国出船。中国心里想，那个是我小老弟的小老弟，为什么？因为胡塞组织是伊朗在管的嘛。伊朗跟中国又是麻吉，对，所以胡塞不会打中国，是我没事，说没事，而且所以他就假装不知道，而且呢，我跟你讲，不知道就算，你知道发生更好笑的事情，他们竟然那时候中国跟那个俄罗斯还有伊朗，他们还去办了一个演习，就在那个附近另外一个这个曼德湾区另外一个地方但也是在附近。结果呢，他们这边演习了呗，结果没有想到，你中国有一艘邮轮叫黄埔号的，挂着巴拿马旗，但事实上那个整个船是那个中国所持有的。被打了，就被那个胡塞组织不小心没向准打到，结果后来人家就出了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你不是有第45批护航船队在那边吗？有没有？你看哦，尽管在那附近的一个什么叫非洲的布基地，有公开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也就是中国的海事军地，它有一个第15批的护航舰在那边。你有准底下，你哪没出来维护你的商？结果就被国际媒体去讲什么，你知道吗？中国海军的实力没有办法那个到这边来维持，所以人家被人家看破手脚。真的假的？那时候人家就笑他什么？看起来中国要当一个维持和平的世界大国的行列啊！看起来还有得等。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